贝贝你好，我是照顾你的护理师。我们先来看一下你今天的血压哦，看看你最近的情况好不好。今天血压有点偏低哦，你最近还好吗？听你女儿说，自从你老婆过世之后，你都没有什么吃东西，晚上也睡不好。是啊，自从老婆过世之后，我眼睛闭着就会想到那一幕。每天在想说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，前一天人都好好的，隔天人都不见了，我觉得事情都好突然哦。想着想着就吃不下东西了，现在也不知道怎么办才好。那以前都是吃他煮的饭和菜，都已经吃了40几年了，那现在吃外面呢，都觉得吃不惯，总觉得都少了一个味道。我们现在来想想，发生这件事情，目前对你来说，什么是最重要的？我看小孩工作都这么忙啊，他们每天都还来看我，拿东西来给我吃。那我觉得现在最重要的是，应该是我自己学会照顾自己，把自己身体顾好，不要造成他们的负担。毕竟他们都有自己的家庭，大家都有工作，每天都很忙碌。那你觉得你现在的日常生活中有什么事情是可以自己完成的呢？让我们先从日常生活的煮饭、洗衣、外出找朋友开始。煮饭我是不会啦，虽然年轻的时候都是我在煮饭，不过我已经10几年没有煮了。那女儿也叫我不要自己煮饭，那可是这几天吃外面的呢，我又吃不习惯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办。我女儿是说她会找人来帮忙我打扫家里，她也有帮我买一个扫地机器人，那个机器人每天会自己出来扫地哦。所以现在会有人来帮你整理家里。那吃饭的话，如果说现在有长照2.0的服务，有人可以到家里煮饭给你吃，你觉得这样子 OK 吗？你可以跟他说你想要吃什么，请他帮你煮哦。这么好啊，那我是可以试试看啊。不过我女儿说叫我一起去她家吃饭，我觉得太麻烦了，为了吃几顿饭，然后还要坐一趟车，虽然才短短几站而已。那可是现在天黑了，眼睛又不好，我也就不太想要出门了。也不可能要他们每天送东西来给我吃啊。还有洗衣服，我会自己洗衣服啦，以前都是我在洗的，那这些事情我现在都还是可以自己做的。你以前就有在洗衣服，那很不错啊。洗衣和折衣服，这个我都是还可以的。那出门呢？出门的话呢，我跟我老婆以前就常常坐公车到处出去玩。那我们2个也常常开车到处去玩。那我一个人开车是还可以啦，只要不要去太远的地方都可以这样。那我女儿他们最近这几个礼拜有带我出去走一走，比如说像去阳明山啊、淡水啊、基隆海边看看风景、透透气，感觉心情有好一点。可是呢，坐在那边喝咖啡的时候，又会想到以前也是常常跟老婆坐在那边喝咖啡，吃吃喝喝的。我是怕麻烦他们夫妻2个啦。毕竟平常他们上班都那么忙，假日可能想要好好休息，或者是带小孩出去玩，只是拖着我这么一个老人，真的是一个负担啊。现在你一个人住，女儿比较担心。如果你有不舒服的时候，没有人发现，你知道该怎么做吗？我女儿他们在手机跟家里面的电话都有设定，如果我有事的话，我就依照设定打电话给他们。他跟他的哥哥呢，现在每天照3餐打电话给我。那有时候在上厕所没有接到电话的话，5分钟之后手机就会响了。那我觉得我不会有事啦。我现在知道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把自己身体先顾好。我已经跟我孙女约好了，以后她上幼稚园的时候，我每天要带她上下学的。很好啊，你孙女跟你的约定一定要完成哦。最近除了跟家人出去，有跟朋友见面吗？最近心情不好，所以没有心情出门找他们。不过老王有来找我，约我2个月之后去参加他们的社区活动好像是要去花莲3天2夜。我现在在想说要不要去。
以前都是跟老婆一起去过了，那之前的社区旅游也是跟老婆一起去玩的，出去走走可能会心情会好一点。那老王也说可以跟他睡在同一间房间，那我觉得这个我还要再想一想，等我心情好的时候再说吧。你最近有特别想做什么事吗？我有想过说我要去学那个手机。我女儿还有我的朋友都说他们有那个赖的群组，那每天都会当来当去的，听说是传一些讯息。那儿子也有在跟我提，那有事可以直接赖他，不用一直打电话，因为打电话会干扰到他上班。我想要学这个，护理师你知道在哪里有在教这个吗？很好啊，我跟你的女儿说说看，我也可以帮你找找看哪边有在教这个。我知道有些社区大学有在上课哦，这样谈一谈，你的心情有好一点吗？你目前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把身体顾好，过好每一天，尽量完成自己能做的事情，有事要跟家人讲，还要跟家人朋友聚一聚哦，这样才能够增加韧性，活得韧性哦。谢谢护理师。贝贝你好，今天什么原因来找我？护理师你好，我今天因为喘不过气来，所以来看了医生。医生跟我说心脏有问题，要安排进一步的检查。那我不知道该怎么办。护理师，心脏有问题是不是很严重？那我以后要怎么办呢？那我会不会比我太太还要早死掉？那以后她一个人怎么生活呢？来，您先喝口茶，我们来想想目前对您来说什么是最重要的。我觉得身体健康不会喘是我现在最重要的事情。那退休的这几年以来，我觉得我自己的身体功能越来越差，那觉得活动动一动就会喘，而且也容易感到疲累，那也没办法到处的去走动。那我本来想说退休之后要带我的老婆到处去走走的。那我年轻的时候忙着工作，那都没有带她到处去活动。那之前曾经想说退休之后要有好的体力，说我每天有跑去游泳的习惯，那是最近开始会喘才没有运动的。那我原本以为我年轻的时候曾经抽烟造成我现在喘的情形，那怎么想到会是心脏有问题呢？那护理师我会不会就这样的死掉呢？来，我们先试着换个角度来看喘这件事情，医生有跟您说什么吗？医生有跟我说要进一步的检查才知道说我心脏是什么问题，那现在都没办法确定。那我刚刚有看了一下病房外面墙壁上贴的资料，说心脏不好，容易会喘，而且脚会肿肿的，就跟我现在一样，而且看到后来是严重的时候还会猝死呢。你有先看这些资料很好啊，表示你还蛮在意自己的身体。那你觉得现在下一步要怎么做才能够让你的身体恢复健康呢？我看外面的资料上面有写说要先戒烟、少油、少盐，而且甚至还要吃1辈子的药。那可是医生现在说现在还不能确定，一切都要等检查结果出来。那可是我现在很害怕，还在犹豫要不要去做这些检查。那您有觉得做检查跟不做检查对你有什么影响吗？我觉得做检查之后就会知道我生了什么病，但是不做检查就会像现在这样一样，那动不动就会喘。这样说来，好像我应该先接受检查，那查清楚是什么问题。那其实我觉得我这样喘，想一想也有好一阵子了啦。觉得运动之后身体会变得比较好，但是反而运动之后更喘。那说不定真的是心脏真的出了问题了。那希望不要太严重。那如果做检查之后应该就可以确定了，那这样说来，知道问题出在哪，那总比都不知道好。至少我可以知道接下来要如何治疗。那毕竟早期发现、早期治疗比较好，对不对？是啊。像我有个朋友最近去做健康检查，他发现有大肠癌。那开完刀之后，现在跟他太太就正每天游山玩水的。那希望我以后也可以跟他这样。这样说起来，喘像是一个讯息，告诉您身体不对了，要去找医生。那您还会觉得喘是一件不好的事情吗？
是啊，这样听起来的话，我还真是要感谢他呢，让我提早发现问题，知道接下来要怎么去面对它。那如果没有喘这件事情发生，我也不会知道我生病了。我要赶快把病治好，才能带老婆到处去玩。我老婆最近因为我的身体状况，每天都很担心，到处去问人，去问偏方，那每天拿一堆保健食品给我吃，也逼着我去看医生。那其实我也很感谢她。那年轻的时候，她把家里顾得很好，那让我只要专心工作就好。现在我退休了，但是身体又出状况了，每天搞得她也很忙。那一下子怕我冷，拿热毛巾帮我敷头，那一下子又煮一堆中草药茶给我喝。那我要赶快把身体给照顾好，换我来照顾她，带她出去玩，出去走一走。你能这样想，表示你接受、感谢喘，让你提早注意到身体的不对，让你知道问题出现在哪里，也知道检查做不做对你的影响跟后续的安排。那你现在应该知道接下来要怎么做了吧？我觉得我要去接受检查，查出我喘的真的原因是什么。那你觉得早点找出病因对你的好处是什么？我觉得可以早点治疗。我觉得我现在还算年轻，就算真的要开刀，我的身子应该还可以挺得住吧。所以啊，虽然喘这件事情让你不舒服，可是让你意识到身体出了状况，需要来找医生看。那若做了进一步的检查，知道哪里有问题，反而能早点接受治疗，这样不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吗？遇到事情换个角度来积极面对，是对你有好的，这样子修炼韧性才可以活得任性哦。